1997年，一位名叫克里斯·加德纳的美国男子正经历人生最低谷，他失去了工作，妻子离他而去，带走了年幼的儿子。没有收入的他被赶出了公寓，只能带着儿子睡在旧金山地铁站的公共厕所里。白天，他挤时间参加股票经纪公司的实习项目，晚上则带着儿子辗转于收容所和教堂之间寻找栖身之处。在这段艰难时期，加德纳发现自己最大的障碍不是金钱或住所的缺乏，而是社交能力的欠缺。他需要建立人脉，获得客户信任，但多年的自卑和社交恐惧让他在与人交往时总是畏缩不前。在一次关键客户会面前，他甚至因为紧张而在电话亭里崩溃大哭。然而，加德纳并没有放弃，他开始研究成功人士的社交方式，刻意练习与陌生人交谈的能力。他发现，真正的社交突破不是来自于表面技巧的堆砌，而是源于内心的自我接纳和对他人的真诚关怀。我意识到，我之所以害怕社交，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和尊重。加德纳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当我开始接纳自己的价值，不再把每次社交视为一场考验，而是一次真诚连接的机会时，一切都开始改变。通过不懈努力和内心的转变，加德纳最终成功获得了正式工作，后来甚至创办了自己的100万美元投资公司。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由威尔·史密斯主演，激励了全球无数观众。加德纳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社交能力的提升本质上是一场内心的修复之旅。那些看似简单的寒暄、交谈和建立关系的能力，实际上深深植根于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和童年时期形成的情感模式。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人多的时候感觉格格不入，越热闹越孤独，跟人聊天更多是倾听，不太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线上好像特别会说话，线下见面变哑巴，生怕说错话，被人觉得蠢。明明有能力，却不受领导赏识，没有贵人相助。明明微信好友几百个，真有时能开口的没几个。这些社交困境不仅让我们在职场丢失很多机会，也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孤立无援。很多人以为社交只是技巧问题，是放不下脸面，不懂说话的艺术和拍马屁的技术。然而，真正的问题出在内心更深处，缺乏爱的滋养。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在他的依恋理论研究中发现，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童年与主要照顾者关系的影响。那些在童年得到安全、稳定关爱的人，往往能够在成年后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而那些经历了不安全依恋的人，则可能在社交中表现出焦虑、回避或矛盾的特征。社交能力差的人通常有一些共同特点：对喜爱和赞美的需求比一般人高，被拒绝、忽略或观点不同时容易受伤，却表现出不在乎的态度，觉得自己不够好，与他人比较后自怨自艾，通过夸张或炫耀掩盖自卑感，很难开口，不愿表达愿望要求，不敢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在人生重大问题上难以抉择，可能存在攻击性，如挑刺、心直口快或摆出受害者姿态。这些表现看似各不相同，却都指向同一个根源：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和对爱的渴望。著名演员吉姆·凯瑞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我的整个喜剧生涯都是为了获得认可和爱。我以为如果我足够有趣，人们就会喜欢我，我就不会孤独。这位让全球观众捧腹大笑的喜剧天才，内心却长期与抑郁和社交焦虑做斗争。他后来意识到，真正的转变不是来自外界的掌声，而是来自内心的自我接纳。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我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想要我成为的样子。凯瑞说，当我停止试图取悦每个人，开始做真实的自己时，我反而找到了真正的连接。心理学家卡伦·霍尼在《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指出，神经症患者童年普遍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父母的不公平批判，拿孩子与他人比较，情绪变化无常，答应孩子的事却做不到等行为，会唤起孩子心中的敌意。为了生存，孩子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如果没有通过其他健康关系得到抵消，这种敌意就会投射到人际关系中，形成世界充满危险的认知，最终导致自我怀疑和孤立。我曾遇到一位事业有成的女企业家，她在商业谈判中雷厉风行，却在社交场合极度不自在。通过深入交流，我发现她童年时期经常被父母拿来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无论她多么努力，似乎都无法获得父母的认可。这种经历让她形成了一种信念：我必须通过成就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即使如此，我也不会被真正接纳。这种信念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转化为强大的动力，但在社交关系中却成为了障碍。她无法放松地与人交往，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不够有趣，不值得别人的时间和关注。即使有人真诚地欣赏她，她也难以相信这种欣赏是真实的。埃里克森的人生8阶段理论进一步解释了爱的缺失如何在不同年龄阶段影响社交能力的发展。0至1岁，如果父母对孩子放任不管，会导致孩子对人际关系产生基本的不信任。6至12岁，学习成绩不好或朋友少会催生自卑感，影响社交自信。12至18岁，父母过于控制或疏忽，会使孩子对社会角色、价值观、职业兴趣和人生目标缺乏清晰了解，形成社交障碍。18至40岁，爱的缺失会导致自我价值感低，情感表达和沟通困难，甚至重复父母的相处模式。每个年龄阶段都有对应的心理社会危机，解决这些危机的过程是自我整合和成长的机会。如果小时候的社交任务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就会成为后来人生的难题。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这世上有2种人，一种是把自己的痛苦留给自己的人，另一种是把自己的痛苦传递给他人的人。社交能力差的人往往属于第一种，他们把内心的伤痛和不安全感深深埋藏，筑起高墙保护自己，却也因此与他人隔绝。了解了社交困境的心理根源，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帮助你从内心深处修复社交能力。这不是表面的技巧堆砌，而是一场内心的修复之旅。1. 成为自己的超人，重写内心叙事。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了超人意志的概念，鼓励人们通过自我超越和创造来实现潜能。对于社交能力的提升，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写内心的叙事，拒绝将原生家庭等过去视为不可改变的命运。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故事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出生于极度贫困的单亲家庭，童年经历过性虐待，青少年时期怀孕并失去了孩子，这些创伤本可以定义他的一生。然而，奥普拉选择了不同的叙事。你负责你自己的生活，他常说，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你必须有勇气去创造它。奥普拉没有让自己的过去定义未来，而是通过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成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人物之一。他的社交魅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练习和内心工作培养出来的。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曾经的我是一个典型的社恐患者，在公共场合说话会脸红心跳，甚至无法与陌生人进行基本的眼神接触。我开始通过写作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见解，这成为了我与世界建立连接的桥梁。随着文章得到读者的共鸣和反馈，我逐渐建立了自信，开始尝试更多的社交互动。虽然我依然是一个内向的人，但现在的我已经能够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甚至能够在数百人的场合进行演讲。这种转变不是因为我掌握了什么神奇的社交技巧，
而是因为我改变了对自己的叙事，从我是一个社恐患者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有独特的见解可以分享。重写内心叙事的第一步是识别那些限制你的信念，问自己，我对社交有哪些负面信念？这些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真的是绝对真理吗？然后有意识地创造新的赋能的信念来替代它们。二、找到个人核心项目，超越性格限制。哈佛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布莱恩·利特尔提出了自由特质理论，认为人在个人核心项目中可以超越性格的限制。个人核心项目是指个人认为有意义、可管理、无太大压力且能得到他人支持的事物。利特尔教授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内向的人，但因为热爱学生，致力于学生成长这一核心项目，他在公开演讲和与学生相处方面表现出色。当我们参与自己真正关心的核心项目时，生活质量会显著提升，我们甚至可以装作外向和善于交际，以实现更崇高的理想和抱负。比尔·盖茨是另一个典型例子。作为一个内向的技术极客，他在早期的微软演示中常常表现得紧张和不自在。然而，随着他对软件改变世界的愿景越来越清晰，他逐渐克服了社交障碍，成为了一个能够在全球舞台上自信演讲的领导者。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物，盖茨曾建议，当你为之奋斗的目标足够重要时，你会发现自己能够克服各种障碍，包括社交恐惧。找到个人核心项目的关键是探索那些能够激发你热情的活动或事业。这些活动应该符合你的价值观，能够发挥你的优势，并且对他人或社会有积极影响。当你投入这些项目时，社交不再是目的，而是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这种转变会大大减轻社交压力。我认识一位设计师，他在一般社交场合极度害羞，但一旦谈到设计，他就能滔滔不绝，眼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芒。通过组织设计工作坊和分享会，他不仅提升了专业影响力，也逐渐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他的核心项目通过设计改善用户体验，成为了他突破社交障碍的桥梁。三、卸下心理防线，建立真实连接。社交的本质是信任交换，而处于自我防卫状态的人很难建立深刻的连接。卸下心理防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学会无条件信任。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理想化，但适度的信任冒险是建立深层连接的必要条件。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回应他人的信任。当你向他人展示信任时，他们更可能以信任回应你。前谷歌 CEO 埃里克·施密特有一个著名的管理哲学：信任是默认的。他认为，假设人们是值得信任的，不仅能够建立更健康的工作关系，还能激发团队成员的最佳表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盲目信任每个人，而是在适当的情境中给予他人信任的机会，同时保持健康的边界意识。通过这种方式，你不仅能够筛选出那些值得深交的人，还能逐渐建立自己的判断力。其次，学会深度倾听。真正的倾听不仅是听取对方的话语，还包括理解话语背后的情感和需求。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提出了积极倾听的概念，强调通过全神贯注、不带判断的倾听来理解说话者的内心世界。掌握抓事实、摸情绪、找重点的3步倾听法，能够帮助你听到话语背后的真实需求，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当人们感到被真正理解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向你敞开心扉。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由资深外交官主持的沟通工作坊，这位外交官分享了一个惊人的观察：在国际谈判中，最成功的谈判者往往不是那些最有说服力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倾听的人。通过真诚的倾听，他们能够准确把握对方的核心关切，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最后，学会预判需求。察言观色是需求洞察的高级应用，
要敢于下判断并提供帮助，根据对方的表情、语调和肢体语言，预判他们可能的需求，并适时提供支持。当你的注意力真正放在对方身上时，你会发现自己的社交焦虑大大减轻，因为你不再过度关注自己的表现。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有一个著名的空椅子原则，在重要会议中留一把空椅子，象征着客户的存在，提醒团队始终从客户需求出发思考问题。这种以他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不仅是商业成功的关键，也是社交能力提升的核心。4小步推进，逐步积累，建立社交自信。社交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持续的小步尝试积累起来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指出，成功的经验是建立自信最有效的方式。通过设定小而可行的社交目标，并在完成后给予自己积极的反馈，你可以逐步建立社交自信。前 Facebook CEO 谢利尔·桑德伯格在他的畅销书《向前一步》中分享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策略：做你害怕的事情，直到你不再害怕。他建议女性职场人士主动寻找挑战自己舒适区的机会，通过一次次的小胜利积累自信。你可以从一些低风险的社交实验开始，例如每天赞美一位同事或朋友，每周在会议上至少发表一次意见，每月参加一次社交活动或兴趣小组，定期与不同背景的人进行1对1交流。每次社交互动后，花几分钟时间反思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地方可以改进，避免过度自我批评，而是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每次经历。我有一位朋友曾经极度害怕公开演讲，他制定了一个曝光疗法计划，先在镜子前练习，然后在小组会议上发言，接着在部门会议上做简短汇报，最后在公司年会上做正式演讲。通过这种渐进式的挑战，他不仅克服了演讲恐惧，还发现自己其实很享受分享的过程。记住，社交能力就像肌肉一样，需要持续锻炼才能增强。每一次社交互动，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宝贵的学习机会。通过持续的实践和反思，你会发现自己的社交肌肉越来越强壮，面对各种社交场景时也越来越自信。从缺爱到自爱，社交能力提升的内在旅程。回顾克里斯·加德纳的故事，他的社交突破不仅帮助他实现了职业成功，更重要的是让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自我价值感。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我意识到，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才能肯定自己的价值。当我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时，我反而能够更真实、更自信地与他人连接。这正是社交能力提升的核心悖论。当我们不再将社交视为获取外界认可的手段，而是表达内在价值的渠道时，我们反而能够建立更真实、更深刻的连接。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说，除非你接纳自己，否则你将无法改变自己。这句话道出了社交能力提升的深层真相，真正的改变始于自我接纳。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包括社交中的紧张、尴尬和失误，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些特质源于童年的情感缺失，而非个人价值的缺陷，当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内在小孩给予温柔的关怀，而非严厉的批判时，我们就开始了从缺爱到自爱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耐心和持续的内心工作，但每一步都值得，因为它不仅能够提升你的社交能力，还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内心平静和人生满足感。正如心理学家布伦妮·布朗所说，脆弱是勇气的最真实表现。当我们敢于在社交中展示真实的自己，包括我们的不确定、恐惧和渴望时，我们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被真正看见和接纳的可能，也为他人创造了同样的空间。社交能力的提升不是要让你成为人群中最闪耀的明星，
而是帮助你找到与他人真实连接的方式，建立支持你成长和幸福的人际网络。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掌握多少技巧，而是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深刻理解和真诚关怀。所以，如果你正在为社交困境而苦恼，请记住，你不是孤独的。你的社交挑战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人生旅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部分。通过理解社交困境的心理根源，采取系统性的方法进行内心修复，你完全有能力建立健康、满足的人际关系。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承诺，不再苛责自己的社交表现，而是带着好奇心和耐心，踏上这场从缺爱到自爱的内在旅程。相信我，当你的内心充满自爱和平静时，你的社交能力将自然而然地提升，你也将吸引到那些真正欣赏和理解你的人进入你的生活。正如加德纳在他的故事结尾所说，最终我明白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真正的连接始于自我连接。当我学会与自己的内心和平相处时，我也学会了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